豆腐拍照会变什么样？百叶豆腐。胡乃文开讲了，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人民因为住在山里头，环境非常的不好，于是呢就用豆来当饭吃。其中包括了黄豆。经过2000多年来，我们身为人类的，又把黄豆研发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口味的食品。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就是从黄豆变身为豆浆、豆腐、味噌、豆豉这4种美味好吃的食材。我的频道有一些粉丝是加菜啊，所以这一集也是为了这些朋友而做，当然你不是吃素的也可以啊。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的内容，欢迎帮我分享出去。我的线上课程开卖了，已经有很多人购买，感谢你的支持。想购买的朋友可以输入这个折扣码 WhoLife300，可以再折扣300元哦。这一集想和你分享的内容有：1. 黄豆加一物，活血解毒；2. 植物界的牛奶，2种吃法，补钙可以防便秘；3. 补钙和减肥如何挑选豆腐；第4. 2款黄豆制品，健脾胃还可以治感冒。黄豆加一物，活血解毒。本草纲目里头记载黄豆可以充实，可以利水消胀，可以下气、祛风热、活血解毒。所以给你介绍这一道用黄豆煮的解毒汤。这道汤呢，它的食材很简单，黄豆、甘草还有水，就这3样。你手里抓1把黄豆，大约就是1两的意思啊，再加2、3片甘草，用500到700毫升的水煮熟，喝几天，你看看就有解毒的功效。提醒你一个小事儿，黄豆要把它煮熟才能吃，如果吃到没有完全煮熟的黄豆，会消化不良哦。黄豆有植物界牛奶的称号，它的2种吃法来补钙防便秘。我们讲了古人对黄豆的认识，但是呢，黄豆并不好消化，所以古人就想到很聪明的方法，把豆子磨成豆浆。豆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因此呢，我们看起来像牛奶一样，所以称之为植物界的牛奶。那豆浆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们是很好的美容饮品哦，还有很多的研究说，对于缓解更年期的不适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东西叫做大豆异黄酮。豆浆的2种吃法，一般早餐我们会豆浆配上油条、烧饼，加个蛋来吃。今天教你 DIY 2种不同的豆浆饮品：1. 南瓜豆浆；2. 黑芝麻豆浆。先来一杯南瓜加豆浆，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促进肠道蠕动，增强你的排便的能力，预防便秘。怎么做？南瓜600克，豆浆500毫升，将南瓜切成小块放在电锅里头去蒸熟，把南瓜蒸熟了，跟豆浆一起放到果汁机里头去，咕噜咕噜打一打然后呢，倒在杯子里头就可以享用了。如果没有果汁机，把南瓜泥放到豆浆里头一起吃也很好，用这个调羹去搅一搅也行嘛，对不对？好，肠胃不好的或者每天长时间有3C 产品的你，可以常喝南瓜豆浆。为什么很好呢？因为南瓜的果肉里头有果胶，能够保护肠胃道的黏膜，促进肠胃道溃疡的那种很快的愈合。南瓜里头还有对眼睛很好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帮助我们顾眼睛预防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这一类东西。好，再来讲第2个，黑芝麻豆浆。吃豆浆的时候加一点点黑芝麻，很香。不过你买黑芝麻粉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买那个已经被萃取了油的那种芝麻那种就不香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差了。你要买那种没有被压榨过油的，又香又好喝，又有营养。怎么样有营养呢？喝豆浆可以补充蛋白质，黑芝麻可以给你补钙。你吃豆浆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头加点黑芝麻粉，就是来提高这个钙的含量，让你吃多一点点钙呢，能够保护你的骨质保护你的骨质不疏松。谁不适合吃豆浆呢？这2种人不适合吃：1. 胃不好的；2. 尿酸高的人不要吃。胃不好的人尽量不要多喝。常常胃痛或胃溃疡的人，豆浆会让你的胃酸分泌过多，让你的
胃更难受、胀气、尿酸高的人。豆浆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普林的成分啊，就 purine 啊，喝了以后呢，会让你的尿酸升高，可能会引发痛风。豆腐加一个调味料可以改善腹泻，黄豆还可以制成豆腐，古人还用豆腐来缓解腹泻。你看啊，《普济方》里头提到，他说修习9粒白豆腐，醋煎10之即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长期腹泻，或者是有的时候泻，有的时候停一停，然后又泻，这样的人呢，吃一些经过用醋煎过的白豆腐，会立即有好转的效果。假如有先生啊或小孩啊拉肚子，而且是长期的拉肚子，又不敢吃东西的时候，做这样的豆腐给他吃，帮助他缓解这个不舒服，让腹泻很快的停掉了。豆腐的口感很滑嫩，我记得在韩国的这个食物店里头呢，有一种嫩豆腐，真的是蛮好吃的啊，是很多人喜爱的料理的食材，像是红烧豆腐、麻婆豆腐、青菜豆腐、皮蛋豆腐等等。下次你去逛夜市的时候，叫一盘炸的臭豆腐来吃，再配上酸甜的泡菜，哇哦！真的很好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泡菜是发酵过的，臭豆腐是发酵过的，发酵过的东西啊，那里面还有活菌，或者说已经炸死了，它也至少的把那个豆腐啊，它上面的蛋白质已经给你变成了比较容易消化的氨基酸了，说的我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补钙和减肥如何挑选豆腐？如果想要补钙的人，你可以挑选石膏做的豆腐，这就是板豆腐啊。因为现在的豆腐有很多的制作的方法，传统式的2种比较最常见的，一个是石膏，一个是盐卤啊。那石膏做的板豆腐，因为板豆腐啊，它的制作过程中会添加一点点石膏，石膏又叫做碳酸钙，它可以使得那个豆浆里头蛋白质很快的凝成为一块一块的东西，然后把它给特别的压干一点，就是板豆腐了。钙质的含量高，是嫩豆腐的10倍以上。除了传统板豆腐、豆腐干啊、冻豆腐啊，它们的补钙效果也都不错。如果你是减肥啊，在控制体重中的人呢，这种豆腐就少吃，那就是百叶豆腐，不是我前面讲的百叶豆腐啊。百叶豆腐不是以黄豆为原料，它是将大豆啊分离它的这个蛋白，加上油啊、淀粉啊、调味剂啊等等，然后呢再加一点硫酸钙作为凝固剂做成的，热量和其他的豆腐相比起来呢，就会比较偏高一些。黄豆的发酵物健脾提升免疫力。黄豆可以做成豆浆、豆腐，还可以做成味噌。味噌是以黄豆和谷类为主的原料啊，在食盐水里头加一点点不同的发酵的那种曲，然后呢做成发酵的食品。食品经过发酵以后，大概说起来就会变成比较温性的了。在这里提一下黄豆、黑豆，还有呢像花生之类的这些豆类食物啊，假如说你炒熟了来吃的话呢，是热的；那假如说煮的话呢，大概就是寒的。这种发酵的黄豆啊，那或者是发酵的豆类，能够产生温热身体的性质，因此呢，你喝了味噌汤以后，会感觉到肠胃很舒服，也能帮助身体的消化吸收，心里呢还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那味噌呢，还能够滋养心肾，让人恢复元气，所以在古时候呢，被日本汉医奉为百药之长，而且女孩子喝了以后可以缓解更年期的不适。平常下班回到家要快速准备晚餐的时候，就煮一锅味噌汤，加入豆腐、鲑鱼不用花很多时间的熬汤，就能够得到鲜美浓郁的味道，非常快速又方便。味噌能够让人健脾开胃，所以你煮的菜也会一起被先生和小孩吃光光，这样就不会有剩菜剩饭，是不是很好？当你的脾胃功能正常的时候，消化和吸收都能够变得更好，因此进而会转化成为气血，并且运送到身体的各处。气血旺盛了，身体的抗病能力也增强了。一种黑色调味料祛风治感冒，考你，有一种黑黑的调味料，吃起来甘甜的，也有一点点咸味儿，它出现在蒸排骨、蒸鱼的旁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豆豉。那些经典的菜肴，像是豆豉蒸排骨、豆豉蒸鱼，还有咸香又下饭的苍蝇头里头都有豆豉。
当然也有人煮偶尔也放点豆豉，对不对？豆豉跟味噌一样，是属于发酵过的大豆制品。豆豉有2种啊，平常妈妈们用来调味的是咸豆豉，还有一种呢是药用的，叫做淡豆豉。《本草纲目》里头对淡豆豉的描述，它很有意思。他说：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能治风，得泻则能治痢，得蒜就能够止血，炒熟又能够止汗。哇哦，这么多的好处啊！古时候有一个治感冒的处方句，叫做葱豉汤，就是刚才讲的得葱则能够发汗，就是用葱、淡豆豉一起煮成汤，可以拿来吃了以后发汗，就可以治了感冒，祛风解寒、宣肺止咳。假如家里头小孩感冒了、流鼻涕了，身上却一点汗都发不出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煮这么一味葱豉汤。那么这样子治感冒，你还可以通鼻子哦，通了鼻腔，通一切不通的器官。小孩喝了以后，能够立刻缓解鼻塞，身体也变得温暖，不怕冷，连感冒引起的肌肉疼痛都已经改善了。这一集我和你分享了黄豆、豆浆、豆腐、味噌、豆豉，它们不但吃了美味，还能治愈你身体上乌微博黑块的小毛病。所以你好好善用身边的食材，这样也能够获得健康的身体。你还想要看我介绍哪些食材？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我的 YouTube 每一支影片下方都有个超级感谢，点下去。欢迎你捐款赞助我们，支持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IG，谢谢大家，拜拜。